如果我跟你说有一款游戏一上市就被骂到下架，结果后来硬是翻身，变成很多玩家心中的神作，你会相信吗？ Hello， 我是葫芦猫，今天想要跟你聊聊一段很扯又很励志的故事，一款差点让整间公司倒掉的游戏，还有一个靠着真心赢回全世界玩家信任的男人。很难想象吧？现在这款被不少人推爆的 MMORPG， 剧情、音乐、世界观都细致到像艺术品，但刚推出的时候真的是灾难级，惨到什么程度 ？SE 官方都直接出来道歉了，烂的游戏真的是做烂了，没救了。2010年 Final Fantasy 14 1.0 版本正式上线，那时候大家超级期待，毕竟是 FF11 之后的新作品。结果一出来 ，UI 卡爆，操作很卡手，任务又乱又没逻辑，连种花这种日常小事都能让玩家抓狂砸花束。媒体狂喷，玩家一个一个退坑，论坛烧到不行 ，SE 社也快扛不住了。开发团队整个只能一边急救一边撑，乱到不行，但怎么样都救不回口碑。这时候，吉田直树被找来救场。一个完全没有参与过出版的人，硬是扛下了整个游戏的未来。吉田直树一开始其实只是一个低调的幕后制作人，之前有参与过《勇者斗恶龙》的外传，实战经验很多，但是名气普普通通。结果接手 FF14 之后，他直接来一招超猛的，砍掉重练，不是打补丁，也不是出什么大型更新。是真的直接全部砍掉，重来。想象一下，已经是一款上市中的线上游戏，官方自己说好啦，我们重新来过。这不只是技术的问题，根本是直接拿品牌还有整个公司的前途在豪赌。为了让剧情也合理，吉田干脆把整个世界毁灭写进了这段故事里。2012年，第70灾剧情事件爆发。旧世界毁灭，新的世界即将重生。隔年，重生之境上线 ，FF14 正式重新出发，走上逆袭的道路。那时候 MMORPG 的王者还是魔兽世界，大家都觉得没有人可以撼动它的地位。但随着魔兽开始走下坡，版本乱，玩家流失，越来越多人开始询问。这真的还是我们所认识的魔兽跟暴雪吗？而 FF14 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路线，它没有跟风，而是回到了最基本，重新把玩家体验放在第一位。每次改版，吉田直树都会亲自开直播，直接跟玩家面对面沟通，不是单纯的发新闻稿，而是开着镜头一题一题的回答，还会自己苦笑的说：“这边我们会改。”这种透明度，在当时的 MMO 游戏界真的少见到爆。FF14 让玩家不单纯只是在玩，而是真的一起创造了这个世界。很多人以为 FF14 就是解任务打怪升级，但其实真正让人沉迷的是它藏在细节里的小宇宙。像是沙之家这个梗，表面上只是一个地名，结果在玩家间疯狂衍生成各种恶搞、梗图、迷因，角色消失，可能是被抓去沙之家了；人太久没上线，可能是躲在沙之家里面睡觉。这种幽默感，只是 FF14 庞大世界观里面的一小角。整款游戏把历史、哲学、信仰都融进了主线、副本，甚至小小的支线任务里。像光之战士 VS 黑暗战士这条主线，其实在问正义会不会只是看事情的角度不同。很多角色看起来是坏人，但背后各自有自己的悲伤和理由。FF14 不是黑白分明的故事，而是有层次、有灰色地带，值得慢慢体会。像水晶塔之中的 NPC 还会引用 FF3 的经典台词：“光明与黑暗，缺一不可。”这不只是怀旧，也是整个剧情价值观的呼应。很多人可能会想，
这游戏都出了这么久了，我现在跳进来还来得及吗？我跟你说，绝对来得及，而且现在超级适合。尤其是繁中版伺服器快上了，不用硬啃英文，也不用担心跨国延时，甚至老玩家笑称的创账号副本都可以跳过。你可以直接使用中文聊天，跟大家从零开始。不过老实讲，这游戏对新手真的不算太友善，任务引导不明确，地图导航有时候也很崩溃，前期剧情节奏慢，作业感重。2.0 剧情基本上是新手的第一道考验，而如果你是从手游转过来的，可能会很震惊，这里没有每日的签到，也没有天天领奖励。对，这里真的没有那些东西，但也没有什么不上线就输了的焦虑感。毕竟很多手游都是靠着活动、抽角色、满命满图才会强，刺激氪金，错过活动之后还要花更多的钱才能补回来。FF14就没有这种压力，想玩就玩，想休息也可以慢慢来。这里是个可以陪你很久很久的地方，也可以随着你喜欢的步调享受游戏。有人靠 FF14撑过人生的低潮，有人在副本里遇到了自己未来的另外一半，有人在这个世界里重新找回了自己。这些故事不会写在官方的简介里面，但都活生生的存在每一个玩家的心里。这也是 FF14这个世界能够一直走下去的原因。我是呼噜猫，这里不只是聊游戏，更多时候我想跟你一起聊那些关于人、选择，还有我们活着的证据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